只因為2700元，一家4口慘遭殺害，作案手段殘忍，堪比古代凌遲，而兇手竟是3名在日留學的中國青年。這起案件不僅手段兇殘，動機荒唐，更在當時嚴重影響了在日中國留學生的整體形象，成為一樁讓人扼腕的悲劇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看日本福岡滅門慘案。2003年6月20日清晨，福岡市民松本真二郎的父親像往常一樣前往兒子家，卻發現平日熱鬧的家中異常安靜，門口不見常開的奔馳車，按門鈴無人應答。老人用備用鑰匙開門後，屋內一片狼藉，鞋子雜亂，玩具散落，地面有被刻意擦洗的痕跡，角落仍殘留暗紅色血跡。老人隨即聯繫兒子公司與親友，均無人見過松本一家，立刻報警。警方勘查發現，玄關縫隙有血跡，孩子臥室有打鬥痕跡，浴室瓷磚縫血跡密集，家中現金與奔馳車失蹤。初步判斷，松本一家或遭遇入室搶劫滅門，或松本真二郎因債務殺妻小後潛逃。調查顯示，松本真二郎表面風光，實則早已負債累累。烤肉店因瘋牛病倒閉，服裝店投資血本無歸，房產車輛均被抵押，還欠下上千萬日元高利貸。警方一度懷疑是黑社會催債滅口，但高利貸組織明確否認他們以討債為目的，絕不會在未榨取資產前滅口，且黑道規矩從不禍及全家。就在案情陷入僵局時，當天下午，福岡海灣發現4具遺體，2名成人遺體被手銬相連，中間捆着大鐵塊，2名兒童遺體靠在一起，綁着10公斤啞鈴。死者正是失蹤的松本一家，41歲的松本真二郎，40歲妻子松本千佳，11歲兒子和8歲女兒。法醫鑑定結果觸目驚心，8歲女兒遭重擊後被活活勒死，11歲兒子被強行按住後勒斃。松本真二郎全身骨折，颅骨碎裂，卻死於溺亡，被拋海時仍活着。松本千佳遭遇最為慘烈，生前遭輪流侵犯，身上被割下30多塊皮肉，刀傷整齊，如同凌遲，最終在浴缸中被溺死。如此殘暴的手法讓全日本譁然。警方從死者指甲中提取到3人皮屑，屋內也留有3枚陌生指紋，鎖定兇手為3人團夥。順着現場手銬、啞鈴等工具，警方查到福岡一家店鋪。幾天前，一名日語極差的年輕亞裔男子曾購買此類物品，監控拍下其樣貌。經語言學校學生指認，此人是19歲中國留學生王亮。王亮来自吉林長春，家境優渥。2002年來日留學，成績極差，霸凌同學。2003年5月，因打架被開除，簽證作廢。案發前他剛回國取錢，返回日本後行蹤詭異。警方趕到其住所時，王亮與室友楊寧已逃回中國。楊寧出身幹部家庭，成績尚可，已被大學錄取，卻在案發後突然回國，嫌疑重大。警方隨即鎖定第3名嫌疑人，24歲中國留學生魏魏。他河南人，曾參軍並練過散打，來日後成績優秀，家境原本富裕。但家中工廠倒閉後，他與王亮、楊寧混在一起，頻繁曠課，出入賭場、酒吧，還曾參與搶劫。其指紋與案發現場遺留指紋完全吻合。魏魏試圖潛逃回國，在福岡機場被警方抓獲。另一邊，中國警方接到協查後迅速行動。王亮回國後高調揮霍，酒後吹噓自己在日本殺過人，被公司同事舉報。被捕後，為爭取寬大處理，他供出楊寧藏身地，楊寧在北京落網。至此，3名兇手全部歸案，據3人交代。作案動機荒唐至極，只為搞一筆錢回國揮霍。王亮被開除後無所事事，與楊寧多次小偷小摸，所得甚少。魏魏家道中落，心態失衡，3人一拍即合，決定搶劫富人家庭，殺人滅口。楊寧曾打工路過松本家，見院內停着奔馳，認定是富裕家庭。3人多次踩點，摸清作息。6月19日深夜，3人翻窗潛入松本家。他們先對熟睡的孩子下手，11歲的兒子被按住，捂嘴勒緊致死；8歲的女兒被一拳打暈後銬住，活活勒死。隨後，3人闖入浴室，控制正在洗澡的松本千佳。見其容貌姣好，3人輪流實施侵犯。千佳激烈反抗，抓傷3人。兇手逼問錢財下落，千佳得知孩子遇害後誓死不從。王亮竟用匕首在其身上一塊塊割肉，持續30多刀，逼問銀行卡密碼未果，最終將其按入浴缸溺亡。凌晨1點20分，松本真二郎歸家，魏魏持木棍重擊其後腦，3人將其控制銬住。松本目睹妻子慘狀，跪地求饒，願交出所有錢財，只求放過孩子。得知孩子已死，他悲痛欲絕，坦言自己負債累累，銀行卡無錢。3人不信，持續毆打致其昏死。事後，3人清理現場，處理遺體，將4口人拋入福岡海灣。而他們搶劫所得僅 3.8 萬日元，折合人民幣約2717元。為了這點錢，他們殘忍殺害4條人命。由於中日當時無引渡條約，王亮、楊寧在中國受審，魏魏在日本受審。
中國法院審理認定楊寧為主犯，積極參與殺人、強姦，主觀惡性極大，以搶劫罪、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。王亮坦白並協助抓捕楊寧，有立功表現，判處无期徒刑。二人上訴声稱为報復侵華歷史，荒謬理由被駁回。2005年，楊寧被執行死刑。日本法院審理後，以強姦罪、殺人罪、棄屍罪判處魏魏死刑。魏魏以被教唆為由多次上訴，均被駁回。法院認定其在作案中行為積極，手段殘忍，罪責與主犯相當。2019年，魏魏在日本被執行死刑，臨刑前僅寫下一個悔字。這起慘案已過去多年，但其影響深遠。3名青年家境不差，本有正常留學前途，卻因好逸惡勞、貪念膨脹，犯下泯滅人性的罪行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案件嚴重抹黑了在日中國留學生群體，導致當時中國留學生簽證收緊，就業受歧視，日常遭遇偏見，無數無辜學子為此承受了本不該有的委屈。2700元，4條人命，3個毀掉的人生，一段沉重的跨國慘案。它警示世人，貪婪與放縱終將吞噬良知，任何極端犯罪都無法被原諒，更不能被任何荒唐理由洗白。